造型呢也是上下就是比较合理得当的。口沿呢是会有这种锦地缠枝花卉，然后下腹部呢也是近足处的这个纹饰和口沿也是相呼应的。中间绘画的这种麻姑献寿的纹饰呢，也是在清三代比较喜闻乐见的一个题材吧，是属于一个祝寿题材的作品。那么雍正粉彩呢，其实就是也是比较有名嘛，在这个《陶雅》当中也有提到说，粉彩以雍正为最美，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所以说，雍正其实从康熙晚期开始，这个粉彩就已经开始萌芽了。那么到了雍正时期，它是开始逐渐趋于成熟，并且雍正有很多就是比较绝美的作品，其实都是用粉彩来绘画的。它其实是用这个我们常说的这种玻璃白作为打底，在上面再绘画这种材料，以做出这种由内向外扩散晕染的这种效果，让人觉得非常的柔美，非常漂亮，和中国传统的水墨有异曲同工的这种工笔写意有异曲同工的这种感觉，对效果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那么这件东西呢，我们讲是麻姑献寿，没错。那么这个本身的主体纹饰呢，它给大家一个信息。那么这件东西呢，它是一个祝寿的题材。那么我们清代呢，传统习惯当中，这个图必有意，意必吉祥，没错。这是我们清代人它是有一个很好的寓意，而且呢，它是一种祈福。那么祝福用的，祝寿用的这件东西呢，实际上原来是一个花箍，它上面呢一个喇叭口可能是因为使用不当，弄坏了，怎么办呢？干脆就从它的这个根部就把它切掉，然后进行打磨，现在我们看到这件东西呢，就有一个花瓶。花箍变成了一个什么呢？变成了一个盖罐，就变成了一个不同的功能，一个是陈设器，一个是使用器，这个两者之间呢，这个发生了一个质的变化，一个质的变化。那么刚才我们陈小姐讲了，这件东西呢，它主要这个是用粉彩来装饰器物的表面，通过绘画这个题材来起到一个装饰的作用。那么我们都知道，粉彩呢是从康熙晚期开始出现的，它是在烧好的白釉的瓷器上，再重新施彩，以玻璃白为底，然后通过渲染，在上面加各种色调，进行匹配，使这一个图案显得丰富多彩。通过绘画，使纹饰，使上面的动物、人物、花鸟变得栩栩如生。这就是我们在绘画当中讲的是什么呢？叫写生法，也有叫什么？叫写真。写意，工笔和写意吧。实际上就是工笔画。粉彩之所以从它一出现开始，就得到了整个社会的欢迎，原因就是因为呢，它是一个写生、写实的作品，更贴近于生活。因为青花就是个蓝色调，不管它分色阶有多少种，但是它的基调是蓝色的。而粉彩不一样，它的颜色可以更加贴切于我们现实的生活，所以无论是宫廷使用的粉彩，还是我们民间窑当中的粉彩，那么它越贴近于生活，越容易因为它的艺术特色而被我们大众所欢迎。这就是粉彩一直到今天都得到
我们收藏家啊，我们这个研究者，我们爱好者的喜欢，这是它的原因和根本所在。那么，所以我们现在眼前看到的这件东西啊，那么有很多东西，如果你了解它的这个制作工艺，了解它的化学元素，了解它的装饰技法，那么这个时候你会再来看这上面的东西啊，你对它的了解和理解就会更加的透彻，啊，这就是我们讲粉彩的东西为什么会受到大家欢迎。那么这件东西呢，除了口研有点缺以外呢，还有很重要的原因，证明它不是康熙，而应该是雍正。啊，请这个我们摄像师给我一个近镜头，我们看一下它的底足、底面。啊，第一，我们看见没有？它这个圈足啊是比较厚实的，这个背啊已经经过了处理。它不是平切，而是切完了以后呢，要稍做一点修饰，使它的这个足端呢变得圆润，而不是有棱有角。这恰恰是康熙或者康熙早期他这样的处理方法，而康熙这个雍正呢，只是选的圆润，啊，这是它的一个主旋律啊。镜头前的朋友们要注意。我们注意，康熙的整体风格是冷峻而挺拔，有棱有角，而雍正帝更喜欢的是什么呢？喜欢的线条的柔美。这个柔美不仅仅是造型的柔美，在每一个细节上，它都会表现出它自己本身的特点。那么这个圈足也是这样，看见没有？这个足是圆的。这个足端上面圈足处理不像康熙的悬削完了以后，它这个上面的悬削的悬劈痕还会留在上面，而雍正就处理的比较干净，啊，处理的比较干净。那么尽管我们看这个胎和釉的交接部位啊，还有那么一点点淡淡的火石红的感觉啊，有一点米黄色调，这个嘛我们毫不疑问啊，这就是铁的吸金。这个呢，是因为什么呢？民间窑啊，对这个胎和釉的陶炼呢，还是不够那么精到，所以会留下这么一个痕迹，啊，如果很细的话，那么这种现象也会自然消失。那么这件作品呢，我们看一下啊，它是非常典型的啊一个作品。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讲。我们北方人有句话叫“打破砂锅看到底”，或者叫“问到底”。大家注意一下这个脖子呀，脖子这个衔接部位，它有一个衔接对接的痕迹。这个痕迹，康熙和雍正是不一样的啊。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残了，是它的遗憾，但是对于每一个学者来讲，这个地方正好把它的对接工艺啊暴露出来了，让我们每一个人可以看清楚它是怎么对接的，这个太重要了啊！学鉴定的人，有的人就喜欢走捷径，找诀窍。现在诀窍来了，捷径来了，你愿不愿意接这个棒？啊，愿不愿意了解这个知识？你看这个地方明显的痕迹，将来碰到这样的东西。手下去摸一摸，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啊，非常重要啊！大家注意这个里边的痕迹，啊，这个上下对接时候留下的痕迹，啊，这个呢，请大家要严格注意起来啊！还有一个，我再给大家强调一下，它这个颈部的这个上面看见没有，有这个黑颜色的啊涡纹，玉器上叫古纹。或者叫卧蚕纹，大家注意，我有意识的迎着光给大家看，它是光亮的，有光泽的啊！我把这个问题留到底下一件东西上讲，但是我现在告诉大家，请你们注意这个问题，
它的表面是光亮的，啊，请大家注意。好。好的。行。那我们这一件那我们就继续看到下一件。这件的品相刚才汤老师已经给大家讲了，上半部分是缺失了，然后这件的起拍价是1000元，就比较典型的雍正粉彩的作品，也是可以作为学习的样本去购入的这样的一件作品，大家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好，来，我们再换一件。好的，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件。稍等一下，下一件是我们这一场拍卖的第117号拍品，清康熙时期的一件五彩描金和唐清趣图的凤尾尊。这件同样也是，上半部分略有一个缺失，包括大家也可以去观察一下，这件在这个地方它也有这种接胎的痕迹，在内口部，一会儿让导播老师切近景，可以给大家看一下。怎么参拍？去各个平台搜索一下我们易趣官方的程序，然后进行一个线上的参拍，或者您可以在后台咨询一下我们的客服人员。那么这件呢，和刚才雍正粉彩不同的呢，这件是一件五彩的作品。那么在传统意义上呢，就是有一种说法是把粉彩称作为软彩，而把五彩称作为硬彩。那么这个，由于这个五彩当中是和粉彩不一样的是没有加入玻璃白，所以绘画的时候呢，它更多的是使用这种单线平涂的方式去绘画，而它的色彩的纯度，相较于粉彩来说呢，也会更高，透明度呢也会更强，这使我们观感上来说，色彩和图案是比较这种浓烈且生硬的。但是呢，康熙的五彩呢，也是康熙时期比较典型的一个具有代表性的这样的一件东西。而我们这件与其他五彩不同的是，这件使用了这个五彩加描金的这样的一个绘画方式。那么五彩加描金的这种作品呢，在这个康熙的传世作品当中，可以说是凤毛麟角，我们通常见到的还是比较少的。除了这一类的花菇之外呢，还有一种是这个画荷塘清趣的笔筒上面也会用到这种描金，以及包括去年拍卖上有卖过一个开方宴人物故事的一个棒槌瓶，它上面呢也是使用了大面积的这种描金和紫彩，就是除了传统的这个绿，然后赭这些颜色之外呢，它有去使用这个紫和金这两种更多的颜色去描绘和点缀，让整个画面变得更加的丰富。好，这样的东西呢，刚才我们陈州小姐啊，已经给镜头前的朋友已经介绍了。是的，我们前面是一件花菇，也是脖子呀，给这个上半部分已经断了已经把它缺失掉了。那么这件呢，同样是一样的造型但是呢，大家注意了没有？这个造型和刚才那个造型相比较，这个造型呢，尤其是肩部到腹部啊，这个地方显得更加的溜肩，而刚才那个呢，比它肩部稍微的要丰满一点点。没错。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那件用的是粉彩，而这件呢，用的是什么呢？用的是五彩。没错。通常呢，这两种东西呢都是釉上彩，但是不同的是什么呢？这个上面所有的彩，它是不用打玻璃白的。玻璃白打上去以后，在上面做渲染，它的色彩堆积的比较厚，有一种凹凸的感觉，这是第一。第二，玻璃白上面加彩，它的色彩相对比较的柔和。刚才我前面讲到了，
就是它更贴近于生活，它这个色彩啊，大家都能够接受。而五彩不一样，五彩呢，它这个色彩同样是在釉上加彩，它不用玻璃白，但是它的色彩大红、大绿、紫、蓝啊，或者是黄，都是非常的直接。它缺少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没有色阶啊。我们看有深绿有淡绿，仅仅是颜色的深浅而已，而粉彩不是的，粉彩它有色阶过渡，哎，它有过渡的，它红由浅入深，由深入浅，而五彩没有，红就是红，绿就是绿，只不过有淡绿，有深绿，有蓝，有紫，仅此而已啊。还有一个，这个材料本身的化学元素，这个粉彩用的是氧化砷，而五彩当中的配料用的是什么呢？除了里边的黑彩，除了里边的矾红，除了里边的金彩，其他的彩里边都要加一个元素，是什么？亚硝。亚硝又是什么呢？叫氧化钾。啊，同志们要注意啊！康熙有些彩里边，我们发现里边有开片。这个开片，对于康熙时期的五彩是正常现象。有这个开片，反而说明这个东西啊 ，OK。如果没有这个，你倒要认真仔细的看一看，研究研究，啊，这个非常重要，啊，我都把鉴定的要点告诉大家啊。这一个大家注意没有？这件东西上面的荷花呀，是用金描上去的，我们叫描金。现在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一件，已经上去了是吧？还没有，那个导播老师给我们切一下，切一下，切一个照片。对。大家看一下啊，这一件花菇和我这一件啊蚕的花菇，实际上完全一样。那一件东西呢，是我们故宫博物院的收藏。啊，这件东西和我手上这件东西呢，无非一个是蚕器，一个是民间，一个是宫廷收藏，但是非常有意思啊。故宫收藏的这一件和我手上这一件，通通都是民间窑的作品，它可跟宫廷的官窑、御窑厂没有1分钱的关系。但是非常值得幸运的是什么呢？我们这个耿宝昌先生啊，对这个故宫收藏的这个荷塘露丝这件作品非常喜爱，每谈到那件东西啊，就是赞赏有加。说句良心话，那件是完整器，我们这一件是残器。其实本质两者之间没有区别，是的，只不过是残与不残而已。但是它的级别完全一致，因为我上面的金啊，保存的非常完美，和故宫的完全一样，包括底下那看没有，都是非常的完整，非常的完整，而且上面用彩用的也是非常的艳丽，非常的好看。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件残器以后啊，我也很惊讶。惊讶在什么地方呢？这个故宫那件完全是如出一辙呀，是吧？怎么这么漂亮呢？这个都是让我感觉到还是很有意思，很有趣的这一件东西。上面的绘花，蓝色调、绿色调、露丝，是吧？整个色彩用的都非常精美，就是遗憾的这件东西啊，是不是当年没有打动？没有打动，但是这个底座好像暂时是没有办法拆卸。这个底座呀，我看了，可能是这个物主
当时配了个座以后呢，防止它再倒下来，愣是用胶水把它焊在上边的。这我一看是胶水，你看这上面有胶水的痕迹在底下。对，很清楚。对，我们现在是没有办法给它拆卸，但是如果说您买回去之后，您自己可能通过什么方式，或者说寻求外界帮助，可能是可以去掉的。可以去掉的，可以去掉的。这是完全是胶水。对你看刚才我讲掉的这个滤里边，看见没？明显就有开片，很细小的开片。这个里边就是因为用硝做助溶剂的，所以它一定会开片，因为硝它的膨胀元素啊，就是膨胀率比较高，所以它和这个釉配了以后呢，第一，它可以降低烧造温度，650度到700度这个温度可以控制了。但是呢，它有一个天性，就是它的膨胀系数比较高，会容易使彩和釉出现开片现象。那这个就非常明显，我看得很清楚，在这个地方。没错。看得很清楚。那这上面都有一点细小的开片，你看，这上面都有。而且从这一件当中，好像那朵蓝色的大花可以很明显的就是看到之前我们提到过的一个，就是康熙五彩和嘉万五彩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用这种蓝料彩去取代了这个釉下的青花。对。所以说这件它这个非常的鲜明特征。那么这是刚才我们这个陈小姐有补充了现在呢，我再给大家强调一条很重要的一点。刚才我讲过了雍正的这个口沿的对接形成的一些特点，我再给大家看一下雍正和康熙时期哪个地方不同。来，导播老师帮我们看一下口沿这一块。有几秒钟的延时。看一下这个地方是有一个色圈的，看见没有？明显有一个色圈，然后呢刮削过形成的一个旋劈痕。那么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告诉大家，这种装饰技法从元代就已经开始了。它是上半截和下半截进行对接的时候，它采用了我们木匠使用的子口对接，底下的口往里插，外边的口往上套，采用这种办法来把它对接上去，然后里边的那个胎泥要旋刮一下。那么这个一旋刮以后就留下了这么一个旋劈痕，而且上面是没有釉的。大家记住一定是没有釉的。这个是个色圈，这个色圈呢，大概应该是在3到5公分之间，大家记住这个色圈看见没有，一定是在这个范围之内。但是呢，我发现了，我们景德镇也有一些行家知道了这个东西，有意识的在这个地方也搞这个悬刮。我曾经在香港一家拍卖公司里边有一个青花的魏征斩龙这个图案，一个花箍。当时这个负责拍卖的这个主管人员把这个照片拍给我，然后咨询我这件东西怎么样。后来呢，我就叫他一定要去体会一下里边是什么状况。很遗憾，这位仁兄呢没有经过严格的专业训练，他对这些知识他不懂，我讲了半天他不理解。后来居然这件东西在我们上海的一个大咖手里出现了，结果我也看到，也上了手。我一看那件东西就是典型的我们现代人仿的康熙的一件作品。哎呀，这个花了大概16、17万买的，我很遗憾居然在我们一个所谓的行家手上出现，而且是个大行家。我没想到他会上这个当，这个让我很意外。所以我在这儿特别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这种工艺现在有人已经开始仿了，而且呢，这种工艺呢，在我10几年前在授课的时候曾经讲过，
但是我没想到已经有人在做这个事儿啊，所以在这儿我特别强调一下，请你们一定要注意啊，这个我强调的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在这个之前，我们的老一辈儿从来没有讲过，也没有研究过，这是我们在自己的工作当中总结和发现的问题啊，但是我觉得非常重要啊，提醒我们很多的朋友要注意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因为我们学鉴定的，如果不注意这些细节，有可能就会出错啊，所以这个问题呢，我在这儿啊，我们刚才讲打破砂锅问到底，打破砂锅看到底，我们今天有这么一个机会，雍正的看了，康熙的有看了，那么镜头前的朋友啊，我一再强调，你们要注意啊，不要忽视这些细节，不然的话你们要吃苦头的。而且这种东西，我再强调一次，一般是在康熙40公分以上的花瓶当中才会出现，包括50、60公分、70公分的这种大瓶也会出现这个现象，一定是在40公分以上啊。你40公分以下的不存在，但一定是在40公分以上，好吧？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件东西啊，就讲到这儿。这件东西的它的问题就出在口沿上，是的，其他地方没有问题，底下也没问题啊。给大家看一下，底下就是沾有一个木座，然后这个木座呢是被它粘，这个胶呢被它粘上去了。对，上面的其他地方基本上。器身有2处补彩，这个可能需要我们。这个大家去我们官方平台上面去仔细查看一下了，大家查看一下好吗？对的，因为这个前段时间还是就在最近啊，有一些朋友啊，我也不知道这位仁兄呢究竟是提醒我呀，希望我认认真真，不要做错事儿啊，那么还是呢有意识的有意而为之啊，那么说我们呢这个专门。介绍一些假东西，给人家这个呢，我不知道他是提醒我，让我以后警钟长鸣，不要做这个事儿，还是有意为之，我真的不知道，但是呢，我会努力的我不会像那么傻，我也不会为斗米折腰，这个不是我的品格这个，如果你是劝诫我，我谢谢你，但是如果你想抹黑我，那你就休息吧。好的，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件。我觉得，当然，我们易趣这个平台对于拍品本身的把控是非常严格的。当然，大家自己对于鉴定这个东西可能都有自己的看法。我觉得这个可能只代表诸位个人的看法，我们还是需要去尊重一个客观事实的。而且，包括我们在直播当中提到的关于鉴定的1、2、3、4点呢，它其实我们也不能说通过某一个点就去武断的推断这个东西的新了，而是应该综合性的去考虑。好的，这2件也是比较重的2件东西。好的，我们都给大家这个放上来。这因为是一对儿所以把这个一对儿都捧上来给大家看一下。对，这是一件康熙顺治时期的青花五彩蟾宫折桂图盖冠。是一个标的的一对的作品，然后记录于纽约佳士得2017年1月18日。这一对呢，整体这个绘画的是蟾宫折桂这样的一个人物故事。一面呢，我们现在在镜头前可以看到是这个山水云纹的这种分隔，另外一面是绘画的这个诸多的人物，其中呢有一个侍女是手上拿着一株桂花，然后另侧呢有这个高士在起舞。蟾宫折桂也是一个比较好的寓意吧，寓意这种借喻高中状元，这种也是在这个明末清初比较典型的一个画片，也为大家所追捧的一个画片吧。这个尺寸有多大？这个的尺寸我得看一下。因为这个东西呢，确实是比较难得了。这个蟾宫折桂这个主要呢，它的寓意还是希望这个尺寸是39.5公分高，39.5公分，连盖儿的尺寸。这个呢，纯粹是一对儿
啊，这个倒非常难得，因为对我们看到很多东西啊，要么缺盖儿，要么呢就是一个。那么这个呢难能可贵是什么？它是一对儿，大家看得出来。你看我这边的这个嫦娥啊，和这个折桂的这位啊高士啊，正好配对儿，啊这边的图案也是一样，所以这么一对儿东西啊，这个就非常的难能可贵了。这是我们要强调的第一点。那么第二点是什么呢？第二点就是它的纹饰，啊，它的绘画技法，我们呢说的比较的保守，我们把它定为康熙，啊，定到康熙早期，大家要注意。对。顺治啊，一共有18年，啊，顺治早期呢，由于战争兵险不断，所以呢，这个御窑厂啊一直就没有生产，而民窑呢也是为了谋求生计啊，所以呢，这个窑址啊里边在不停的烧，那么烧的东西呢相对啊就比较的粗糙，纹饰画的也比较的粗犷。那么这样一来呢，我们看到的顺治一些东西啊，就是美观上或者从美学的角度来讲呢，就不是那么的雅致，不是那么的漂亮，是吧？到了中期以后，慢慢啊，国家呢也比较的安定了，窑址呢也逐渐的恢复，啊，这个我们看到的器物啊，它在绘画上边技法更精纯，技法呢也比以前更好了，更考究了。所以人们对美的这种追求啊，也是一如既往，继续的向前发展。所以我们看到的这2个盖罐啊，能够画到现在这种样子，的确也是不容易。但是呢，有些朋友讲，你看这个青花颜色呀，有点灰暗，这个呢不奇怪，啊，这个不奇怪。刚才我们讲了，万历35年以后啊，我们用的啊回青料已经没有了，怎么办呢？我们只能用民间的啊一些骨料，宫廷你想想用的都是泽料嘛，是吧？那么百姓们用的料呢，那渠道就比较的多，比较的复杂，啊，而且宫廷那个时候顺治的这些官窑器啊，那么烧出来的颜色呢，也不是那么的好，所以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这个窑业啊，它的发展还是需要一个时间和过程，它不是一蹴而就的。说今天生活好了，马上就啊一飞冲天，这种可能性几乎为0。所以呢，它有一个延续的过程，是吧？这个师傅烧灶带徒弟啊，这个很多，因为战争一打起来，人都跑了呀，都逃避战争，跑到各地去了，是吧？有些人死了回不来了，那么有些人呢勉强回来了，生老病死等等一大堆的问题啊，这些东西呢我们现代人难以想象，但是对于古代来讲，这实际上天天都在发生，因为那个时候的生产力，那个时候的科技水平都是比较落后的，所以这种事情是天天在发生的。那么我们今天看到这种东西上面这个蓝色调啊，是这种颜色呢，其实你如果了解了当时的状态啊和社会发展的那个状况，你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你就能理解，是吧？它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啊？所以这个呢，都是我们讲时代造就了人，那么同样时代也为我们创造出了啊这些东西，所以很多事情呢都是这样相对的啊，不是绝对的。那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上面的这些黑彩也好，红彩也好，是吧？蓝彩也好，刚才我们讲到康熙啊荷塘入寺那个蓝色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刚才那个东西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这个东西的一个进步和延续。
因为它解决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青花呀，必须在高温还原宴当中首先烧造，就是我们在《南窑笔记》当中讲的斗彩那一部分，先烧花鸟半体，后凑成全体，为斗彩。当然我们现在不会把这个叫斗彩了，叫青花五彩。但是它的工艺呢，实际上就是采用的这个工艺。康熙呢解决了这个问题，把这个多次烧成呢，干脆就一次把它烧成素的，然后在上面加各种色彩。而这个呢是必须要先烧青花的。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山石啊，有一点晕散现象啊，是吧？石头啊，有点灰蓝色调啊，这也是当时科技水平的限制所致。所以这个不奇怪，所以我们讲我们镜头前的朋友啊，对于这一类的东西呢，就不能那么苛刻的去要求它了，因为这是时代的特征，这是时代造就的结果，不是说这个工艺进步了以后再烧这种东西，这种可能性是不存在的，那么这一对东西呢，应该说是我们讲，康熙早期画的这一对潘之折桂的，对，这一对作品呢，潘公折桂的这个作品应该是一对非常不错的，对，包括这个人物的开脸也是非常的喜悦、非常热闹的这样的一个画面。对，整体来讲，因为画面呢还是比较大，而且人物画的也比较多，是的，所以显得呢也是热闹非凡。而且尤其他讲的是个喜庆，为什么喜庆呢？大家看得见，一个是嫦娥，对，在迎接一个择之中状元的这么一位高士，所以这个场面一定是喜庆的，而不是一种悲剧性的、悲哀性的这种场面。所以这对东西呢，应该是对于一些莘莘学子来讲呢，这一对东西呢显得尤其珍贵，那么过去像这种东西呢，也是属于馈赠送这些人的送这些人的，所以它的意义呢还是非常有意思。那么再一个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上面这个色彩的搭配，红用的矾红，绿这种铜绿还有上面的黑，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黑颜色，它是用的纯的骨料这个用的纯骨料来画的。这个骨料上面呢，还有意识的罩上一层透明的，叫雪白的这种铅釉，它是透明的。那么一烧烘烤以后这个透明的这个铅釉会让这个局部显得特别的光润，有光泽，有一点点像什么呀？有一点点像珐琅彩的感觉实际上康熙时期就已经注意这个问题了，这种工艺一直延续到民国这个我在这儿专门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认真注意一下那么这种工艺的延续性是比较长的这个它这种装饰技法呢也是非常不容易它画这个半体的时候，实际上它已经设计好了整体的图案设计好了，然后画好局部，然后再按照图案去把它凑完整，这个很费工费时的也很费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作品。好的，我们这件作品，这对作品也希望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大家可以多多关注吧，因为这种东西说老实话，成对我们还是很少碰到。对对对。因为我们绝大部分都是残缺的而这件东西却是成对的。另外一个品相，它的器身有粘修，盖檐有刻补。另外一件是这个器身有冲线，盖有修，就是主要是盖上的毛病盖上有点磕修的所以这个盖子属于最容易损坏。对，但是大盖本身已经比较这个难得一见了，所以这种配套的，所以大家就是都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一件。对，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到时候品相大家可以查阅一下最好，好吗？对。
这个大家认真去查阅一下，这样能做一个彻底的了解。好的。无论是口沿也好，盖子也好，器身也好，因为它修好了以后呢，有些东西会看得不太清楚，所以在这儿呢也是很抱歉啊。我们还是很认真负责的给大家讲，要去把它再检查一遍啊，再查阅一下比较好一点。是的，好吗？我们继续再看下一件。好的，我们再继续。来，先把这个收了。这一对我们的这个起拍价是1000元。明天晚上的8点开拍，在易趣的官方平台进行一个拍卖。然后更多如果有老师想看一些细节或者说各方面的这个信息，一个呢是可以去问我们这个后台私信我们的客服去索要更多的这个视频也好，细图也好。然后或者是去各个官方的平台去搜索一下我们易趣的官方拍卖平台，然后可以看到我们本场所有拍品的更多的相关的信息。好的，因为我们的直播时间有限，可能有一些方面不会那么的说的那么到位，所以大家就是可以去查阅一下，对，平台上面查阅一下。好的，我们继续看到这一件是本场的第125号拍品，是嘉靖时期的青花万寿双龙纹盘，记录于香港佳士得1993年的其中一件。这件呢，我觉得纹饰还是比较特殊的。它外面绘画的是这种龙纹，但是它里面绘画的是这种火焰带寿字，变体应该是篆书吧？篆书的寿字，然后有这个灵芝和万字纹，有这种万福万寿的寓意在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嘉靖皇帝应该是比较信奉这个道教吧。然后他一生对于这种长寿的追求长生还是比较有执念的，所以在嘉靖很多的这个瓷器上面呢，这个纹饰都会以象征长寿的给予为主，包括像这个仙鹤呀之类的，都能够见到。所以这种变体的寿字，我觉得在瓷器上面，虽然我们能见到有那种就是清代的时候有那种团寿字纹，但是这种书写方式的寿字好像很少在瓷器上面出现。而且这个纹饰的构图也是内疏外密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对，这件东西呢，其实真的很特殊啊，真的很特殊。他还是希望一个什么呢？就是长寿。没错。用万字纹，这个万立起来，再加中间的这个灵芝，那么这象征着什么呢？象征着万寿嘛，是吧？这个皇帝啊，就是追求的这个东西，尤其是在明代晚期，因为这个朱洪武呢，当过和尚，讨过荒，要过饭，是吧？在我那个老祖宗汤和的带领下去投奔了红巾军。那么在这个之前，他毕竟是一个农民出身，所以他的执念呢和后来的皇帝是不一样的，一个呢是打下江山，他要稳固江山，而后来这些皇帝呢，他希望是自己万寿无疆，是希望自己呢能够长寿，是吧？吃仙丹呀之类的事情就不断的发生，暴毙的这种情况也是不断发生。那么这个里边呢，一个是万历皇帝，一个是这个嘉靖皇帝对这方面执念就比较多，所以我们在瓷器上看到很多的类似像这个仙鹤壬字云、万字云这种就见的就特别的多。我们讲凤龙，这已经成了一个我们讲大运词它已经成了一个主旋律所有的瓷器当中一定要烧龙凤的这个代表了这个母仪天下，代表了龙那么代表了皇帝的，没错。但是这个仙鹤长寿万寿的这个题材，在之前的我们看到的诸多的瓷器当中，它是比较少的，而到了嘉靖时候这种图案就特别的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件东西其实呢，这是个标标准准的官窑器。外边用的这青呢，刚才我们讲的其他那些东西，包括刚才那一对罐，我们讲的主要是泽青，
而这个东西呢是用的回青料。那么通过我们的镜头来看呀，它这个回青的感觉啊，好像有一点点的沉闷，啊，不是那么蓝中透紫的感觉，啊，发闷的。那么这个里边有几个原因，第一是它的这个回青料和石子青的配比可能有一点问题，这样的话呢会影响回青的正常发挥。因为我们讲1两这个回青要加上1钱的石子青，这个呢看起来好像这个石子青的这个搭配可能更多了一点，所以这个石子青成色以后呢，它是比较灰暗沉静，而回青呢是浓艳而晕散的。那么这个呢好像多了一点以后把它的这个回青颜色呢稍微盖住了一些，所以显得有些沉闷。第二个，那么就是它的烧造温度可能有一点点不到位，所以使它正常的这种还原的气氛差了一些，把它那个紫色调、蓝色调没有完全的发挥出来，达不到我们讲色彩的饱和程度，所以才看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东西我们可以保证的是，这件的的确确是明代嘉靖官窑漆。没错，一个就是它的款的写法，大家认真仔细看一下大明嘉靖的写法，也可以呢通过这个款制的写法，可以去查阅其他的官窑漆它的款的写法。那么还有一个大家注意的是什么呢？我们现在这个镜头大家可以看得见，表面的这个白颜色和底下的这个釉的颜色有一点点釉的色差，底部好像更泛青一些。对了，这个就我们陈小姐讲的这个问题我告诉大家，这种现象不仅仅官窑当中有，民窑当中是大量的出现，尤其是在成化以后，弘治、正德、嘉靖、万历民窑当中大量出现。当你在民窑当中发现上面是白釉，底下是青釉的时候，请你注意它的年代，你不要再往前，哎呀，这个是永乐宣德，那就是扯淡，那你根本就不懂一定要把它放到中，往后偏你把它偏到弘治以后没问题在民窑当中我讲的官窑当中也是亦然。所谓亦然是什么呢？明代的弘治这个颜色几乎还相当，正德以后就发生问题了，它的底面釉跟上面釉始终是一个反差，如果上面青底下白，如果底下青上面白，一定是这样的。那么这件东西是嘉靖的，所以刚才这个陈小姐就发现问题了我们看上面龙，这个底下的釉比底下的这个底面的釉就是要白那么一点点，就是这么一点点的色差，就说明了它年代的变化。那当然，因为这个上面有款，那没得说了。如果没款呢，那么这些东西我们就要去把它的年代的问题做一个适当的调整，你不能往前放，一定要挪到下边来。那么这个呢，就是里边这个寿字的写法非常特殊非常特殊。其实中间是火焰对，火焰中间一个圆，圆中间是一个寿。这个火焰象征着什么？这个圈象征着什么？是太阳吗？有可能，是不是然后中间这个寿是毫无疑问了，旁边是这个灵芝和万字纹嘛，这个是万寿无疆了，这可能就是个寓意我相信也应该是这么去理解比较好一点。那么太阳是永恒的那么万寿无疆嘛，这个无疆也是永远没有止境的，所以我觉得这个里边可能这个含义更多一些
更多一些。这一个呢，我再强调一下，就是这个里边的底面釉，很多人没有仔细看过，这个里边的釉啊，特别的亮，特别的润，这是其他时代没有的。我曾经在景德镇御窑厂的这个嘉靖窑址里边采集过类似的标本，只有嘉靖时期的釉有这种特殊的现象，到万历反而没了，万历有点发干的，万历的釉呢要薄一些，唯独嘉靖官窑里边曾经有这么一些，这个釉呢还是白一点，还有一种再比它稍微轻一点的釉也是这么亮，但是非常的滋润，滋润到什么感觉呢？你用手去擦的时候啊，你就会发现手上捏的呀，像猪油一样的润，这种光滑，这是其他釉里边除了成化以外，没有一个釉里边会有这个现象，除了成化，就是嘉靖御窑当中有那么一段时间当中出现的作品当中有这个现象。这个呢，我一直研究也没有搞明白它为什么之前之后，或者是别的时代里边也找不到，就是那么一点点的时间里边有那么一点作品里边有这种感觉，成化是一定这样的这个呢，所以我今天在这个地方专门给大家讲这个问题呢，也是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釉、胎、青花。那么这个竹很有意思这个竹类似有点像握竹，这个有点像握竹，它的竹圈非常的浅，非常的矮，而且呢，你看侧面看这个腹部非常的低，就这个肚子快拖到地了，有这种感觉这个呢也是在这一段时间当中出现的一个现象。这个中间略微有一点点的下塌有那么一点点的下塌，这个底下却是很平整这个现象呢也是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特别的注意特别的注意。你看这个肚子你看侧面大家就注意了，这个肚子快拖到底下来了，跟这个足都快要并齐了。这个现象在民窑当中有大家要注意，民窑当中有。那么一旦看到像这种情况，年代一定是嘉靖或者嘉靖以后，不可能往前在这个地方呢，我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好，我们这件东西就讲到这儿吧。是的，那这件好的，那我们就继续看到下一件。刚才那件的品相是口沿有短冲，局部有打磨，然后是6万元起拍，记录于香港佳士得。好的，我们继续看到现在这一件，是一件万历时期的作品。那嘉靖万历嘛，这个时代风格特征也是会比较相类的。这是一件这个青花鱼藻纹的碗，画的应该是4种不同的鱼，这个应该就是桂鱼，应该还是传统的这个李桂莲庸鱼藻纹，然后碗心呢也是有一个这个画了2条这种相对的鱼纹，底部呢就比较特别了，它落的是德化长春和万历年制的这种金钱纹的一个款制。这种呢，这种金钱纹应该在万历时期比较能够见到，但是也是属于比较难得的一种写款方式。同类的呢，有见过这个富贵长命这种的，也是是属于这种金钱纹的，属于万历朝这个作品的一个特点之一吧。这件是126号，126号。那鱼藻纹呢，因为其实也是跟这个当时这种老子这个庄子安之于之乐这种这种说法都有关系，包括这个诗经中也有提到说，介于在早之乐暗喻这种平和安乐祥和的这种自由欢快的气氛。
对。是的。那么这件东西呢，首先要强调的是什么呢？刚才我们讲的那个上面是龙纹，是吧？对。又落的是官窑款，那么那件东西呢是官窑器，已经没得说了，啊，没有任何的疑问。那么现在我们给大家展示的这一件啊，叫年桂里吉，实际上是廉政清洁，可能用这种谐音的，没错。那么这个是个民窑器物当中呢，用这种图案来展示啊，可能也是我们民窑啊，希望我们当时的政府啊，应该做到廉政啊廉洁，所以用这种很隐晦的物象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啊，这是呢我们看到的4种这个鱼的造型，啊，这个还是很有意思啊，很有意思。那么一般我们讲嘛，这是荷塘啊，这个鱼纹或者怎么样，是吧？那么这种东西呢，请大家注意啊，很有意思。那么刚才我们讲到了上面那一件嘉靖的啊官窑器，我们现在讲的这一件呢，底下有款，啊，底下有款写得很清楚。是德化长春啊，德化长春。刚才我们陈小姐讲，这是一个古前门的这种布局方式。底下呢，上面写的是万历年制。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次装置技法。我呢还曾经捡到过一个白釉的，这个写的有意思了，叫这个玉堂佳器万历年造啊。它这个也是年造，这个也是年造啊，因为大家要注意一个问题啊，这个明代就有这种做法，所有的官窑器用的是制造的制，啊，制造的制。如果你是王侯，用中国的这个语言来表达这个谐音的话呢，它可以用布置的置，置家业的那个置，那么念出来呢，也和大明万历年制谐音是一样的。这个呢，在明代就有这种做法，可能这些皇帝也能够接受，反正这个诸侯王嘛，都是他朱家的人嘛，是吧？所以你用这个制可以，但是你不可以用制造的制。如果你用制造的制，就说明你有僭越行为，这是绝对不容许的。啊，这个在封建社会，你这种僭越就是满门抄斩，这个没得说。啊，那么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东西，德化长春，这也是一个结颂语。然后用万历年造，这也是符合当时的这种要求，绝对不可以用制的啊。所以刚才我跟大家讲的，我曾经收集的一个标本就是玉堂富贵，玉堂佳器，万历年造，所以一个字，这个里边的文化内涵就非常的丰富。这是我讲的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大家注意没有？这个鱼造纹外边的釉和底下的釉，大家比较过没有？底下的颜色白，上面的颜色青，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刚才我前面所讲的，一定是要么白，要么青。上面白，下面青，下面白，上面青，这个又证明了刚才我的观点，它是对的，所以这个是民窑，刚才那还是官窑呢，所以你们看到这种情况以后，一定要注意，这种年代都是明代晚期中晚期以后的事情，即便是没有款，你也不要往前面放，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这个我们强鉴定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鉴定。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大家注意，我们发现没有，这个叶子的画法呀，
这个叶子的画法，万历时期它这个叶子的画法，始终给你一种感觉是什么呢？头重脚轻，叶子很大，但是它那个枝啊很细，这个枝根本按照图案来讲是挑不起这个叶子的，太细了，太软弱了。哎，就是因为它的软弱，才证明了它不是嘉靖，它是万历。这个在我们鉴定的过程当中啊，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很典型的一个标志性的特点。所以我们学鉴定的人一定要注意这些细节的变化。这是第一第三了。第四一个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里边的海水和底下这种布局啊，在民谣当中大量出现，一般都是嘉靖、万历时期用这种布局，大量布局一直延续到天启，延续到崇祯。但是崇祯呢，它绘画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了。这个尤其是上品细料当中，主要是以版画艺术为主，像这种细部的这种变化呢，几乎就很少再见到。所以这个我呢就特别提醒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一下。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叶子，看见没有？这个叶子呀是鸭掌叶子。来给我们切换一下，把这个叶子切换。哎，对，这个叶子是鸭掌叶子，就像我们鸭子的脚。出现在什么时候呢？出现在嘉靖44年以后。我有一天今年我还专门去了我们这个叫世博会，结果我发现那个地方有这个牡丹花，我就专门照了几张牡丹花的叶子，哎呀，让我很惊叹，居然牡丹花的叶子跟这个鸭掌叶子是完全一致。就说明当时我们的画师他采用的这个纹饰也是取自于生活当中的场景。所以我们经常讲鸭掌叶，其实我们牡丹花的叶子就是鸭掌叶，当然也有些变化比它大一些，但很多这种鸭掌叶子出现。所以这个呢也是提醒大家注意，万历这个嘉靖44年以后出现，一直延续到万历。都有这种现象，万历、天启都有这个呢也是我跟大家提醒大家注意的。再一个，大家注意这个口型这个注意一下这个口型，看见没有？喜欢在这个口型里边画2道悬纹，甚至是1道悬纹，这个呢其实在中晚期以后都有了，但唯独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是因为这个口型它是这样的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它这口型不是平直的，不是往外斜的，它是窝着的。这种现象大家一定要注意，用手一摸，它里边有一个凹槽这个凹槽是代表了明代万历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特点，请大家一定要记住。看到这种东西用手一摸，没错，不是嘉靖，一定是万历。同样的纹饰，同样的尺寸，这个只能定万历，你不能定嘉靖。嘉靖没有这种装饰这个处理方法不可能是这样所以我们学鉴定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大家看一下碗心里边2条鱼，我们之前也看到了同样款的、同样纹饰的一个碗，里边的鱼是2条横着的鱼，一上一下。我们把这种叫什么呢？叫年年有余。唯独这个里边这个碗里边2条鱼不一样，一条是横着的，一条是背冲着你的。哎，这个很有意思如果我们这个收藏者有心的话，这件东西因为价格不贵，也就1000块钱起拍嘛。作为一个品种把它收纳进来，我觉得未尝不可，因为它有比较非常有意思。那个可能别人没注意
我是注意到了，所以我在镜头前面特别提醒大家注意这个里边这个纹饰，与另外一种是有区别的，很有意思啊。好的，这件东西呢，我看我就讲到这儿吧。另外一个大家注意一下，这个上面的青花料，虽然它是民窑，但是由于官达民烧制度的建立，我们民窑里边有些青花也加了那么一点点的回青在里边，而这个上面的鱼上面的青花里边就有那么一点回青料加在里边，它有一点点发紫色掉的。这个呢，可以大家以后如果谁买着了以后，大家可以去研究，研究这样的东西。所以我们讲官窑有，民窑里边也有回青现象，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因为制作工艺，它这个制度的形成，使民窑当中它的技术提高了，但是有些材料的运用，民窑也有，它不是完全官窑统领的，这个呢在这儿呢专门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好，我们再来，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件。再看下一件。下一件，好的，多谢大家的关注。下一件是我们门场的第136号，是一件雍正时期的粉彩福禄寿纹大盘。这是一件就是通体粉彩加墨彩去绘画的一个作品。那么雍正的墨彩也是近年在市场上广为大家追捧的一个这个品类。那么这个雍正墨彩呢，但是雍正墨彩的我们常见的呢都是这种小件儿的，比如说杯子呀、盘子之类的。但是像这种大盘这么大的还是比较少见的。这种墨彩呢是主要是这种低温烘烤，然后加上的这种它的相对来说保存难度会比传统的粉彩要更加难以保存一点。那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中间绘画的是一个寿星和鹿这样的一个纹饰，也有这个福禄的寓意。人物绘画也是比较饱满的一件作品。这个纹饰很清晰看得很清楚。是的。墨彩、浅酱都有，这个画的就非常有意思。是的。刚才我们也提到这个墨彩，因为它烧成温度低嘛，所以说它这个相对来说会比较难保存。那么在康熙时期，有一些墨彩有书墨彩的笔筒五彩配墨彩的这个笔筒上面我们可以观察到，它为了就是更好的去保存那种书法的墨彩，它会在上面就是会涂一层透明釉，然后让它就是更好的得以保存。那么所以像我们这一件这个绘画的比较细，然后墨彩保存相对来说也比较完好的，还是比较难得的。这件东西呢真的还是比较特殊因为尺寸大，它有35.7公分，属于大尺寸的这个一个盘儿。那么它这个寓意呢，这个我们给大家镜头看到也很清晰这是一个老寿星这个老寿星，这个里边呢看手上还捧着一个寿桃，这是用矾红画了一个寿桃，旁边呢还有一个鹿那么天空呢还飞着一个墨彩的蝙蝠。那么这个几个因素加起来以后呢，就很明显，如果按照我们图案上来描绘的话呢，这个桃代表寿桃，福代表幸福，这个本来就叫福寿双全这是我们第一个含义。第二个呢，这个鹿这个加进来以后呢，就多了一个含义在里边，就是福禄寿。没错。所以这件东西呢，就不是福寿双全这么一个普通的含义了，而多出了一个福禄寿这个含义了这就比以前的那个
这个内容呢又多出来了这么一点，啊，这个呢在我们之前的有些题材当中啊，哎，这一点呢倒还是蛮有一点点个性特彩的，是吧？个性特彩的。那么这种墨彩呢，刚才我们陈小姐讲了，我们康熙啊有些书法的笔筒上边，在那个色彩当中啊，覆盖了叫雪白的这种透明釉、低温釉，把它照在上面以后呢，给你感觉啊，那个笔法就像大漆一样的，非常的鲜亮，颜色非常的浓郁，乌金釉那种感觉。这个呢，这个的确能够达到这样的效果。而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上面这个墨彩啊，确实有一点点像什么呢？真正的像我们在宣纸上，在卷本上画的那种画法，颜色浅淡。这个原因是怎么造成的呢？告诉大家，刚才我们讲的是一种方法，这种方法呢，实际上是我们的工匠在这种骨料当中加了铅粉，然后用这种加了铅粉的骨料，直接在这个釉面上进行绘画，通过650度到750度之间的温度烘烤，它就产生了这种墨色，而且这种墨色呢，和刚才浓郁像大漆一样的感觉是截然不同的。它这个颜色呢，是种淡淡的黑色调，完全是按照我们中国传统的绘画技法、绘画的色彩来呈现的。而这种东西呢，实际上最早我们雍正帝他是一个比较传统的人，所以呢，他对这个中国陶瓷的这个贡献也是巨大的。而且他很多东西呢，尤其对绘画上边他是有要求的。比如说菊花，他要求要千层菊，一般单一的那个菊花他不喜欢。那么对珐琅彩当中，用蓝珐琅画这个山水，他是推崇备至的。同样，上行下效，我们老百姓受帝王的影响，在我们瓷器上用墨彩，用中国绘画的技法来画中国的贺寿题材，那么现在呈现出来的就是完全中国特色的这种墨彩。那么我们看看，叫我们来切一下那个2个笔筒，给大家看一下。导播老师给我们切一下。来，导播老师来给我们切换一下。好的。大家注意没有？我们给大家看的这个笔筒，看见没有？这个笔筒上面是浅绛山水，那么这种浅绛山水里边有些局部它用的是黑色调，就把黑和浅绛同时运用起来。那么这种色彩的运用，得益于我们元世家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画家黄鹤三桥王蒙，他的一个著名的作品就是用浅绛的技法来描绘的，叫叫天池湿壁图，是他的典型之作。由于这个作品影响力之大，这个浅绛山水对后来我们中国陶瓷的绘画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所以我们有很多朋友，尤其是研究珠山八友的一些朋友都以为这个浅绛山水得益于我们珠山八友他们的继承和创新，其实不对。这种绘画技法完全得益于我们中国浅绛山水的绘画，从那个上面移植到我们中国瓷器上的。再把另一幅给它看起来。好的。大家看一下这个人物，看见没有？这个人物上面的很多的墨彩画，看见没有？这个山石柳树，包括骑着这头驴的这个鬃和尾巴，全部是用的是什么？用的是墨彩。这个墨彩就是刚才我讲的，我们工匠的发明，它不用在墨线上再符合这个透
透明的铅釉，而直接在这个骨料当中掺和这个铅粉，然后直接绘画在上面，所以得到的效果呢，就是完全中国化的这种浅绛墨彩的效果，啊，所以这些东西呢，都是我们工匠在不断的摸索的过程当中创造出来的一种新的绘画技法，这个就是我们的不断的传承和创新，啊，这个创举呢，啊，给我们后来的陶瓷的发展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啊，所以这个作用是非常大的。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福禄寿啊，这个大牌儿啊，也是有助于我们在墨彩，包括你看刚才我们看到这个老寿星的这个飘带它用的就是浅绛，只不过呢以墨彩为主，浅绛为辅。而我们刚才给大家看到那个2个笔筒它是浅绛为主，墨彩为辅，这么样一个比例的这个搭配形成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件东西呢，应该是一件很不错的中国传统绘画的一件杰作，而且呢，它是民谣当中的作品，难能可贵啊！这是难能可贵的一件作品。那么这件作品的品相怎么样？口沿小颗，外壁一处小颗，就是有颗嘛，等于是。就是口沿小颗，没有修，应该是。外壁呢一处有一处小颗，哎，这个底面又还有很多的针笔眼这实际上是受这个谁的影响呢？受康熙的影响有些针笔眼，这个大家可以看一下它底面釉有很多的针笔眼，这个得益于康熙用长石釉所形成的这么一个结果，这挺好的，东西不错。好的，我们再来。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件。这件东西还是真是很素雅，一件很不错的作品。是的。大家如果有送拍相关的事宜，可以去后台私信我们的客服，我们是常年征集的。如果东西就是品质都符合我们公司拍卖条件的话，那都是可以上拍的。好的，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一件呢，是一件清晚期的斗彩灵芝纹盘一对。这件呢，这个如意灵芝的盘子呢，其实从成化时期就已经开始出现了这种形制。那么到嘉靖时期呢，现在比较常见的作品呢是明代的作品呢，主要是以嘉靖时期的为主。那么到了清代呢，清代雍正官窑以及后世的一些民窑也都有去仿制这类的作品。那么我们这一件底下落的是大清雍正年制的6字款，但是呢，根据它各方面的特征以及书款方式来说呢，它还是清晚期的一件作品。老师已经给我们切了现在屏幕上的这一件呢，是这个嘉靖时期的一件作品。那么我们这件呢，也是从这个明代明中期沿袭而来的。这个呢，请大家特别要注意的这种造型它是采用的我们讲元代束缚型的这种硬折腰那么元代束缚呢，一个硬折腰呢，相对呢比较生硬一些，而这个呢是小折腰，它的口沿撇，中间有一个小缩腰，然后再硬折过来这种东西呢，我们讲明代成化年间就有成化年间就有。我们现在给大家展示的呢一件，来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明代成化的一件作品那这件东西可以放大给大家看一下。这件东西呢是我们这个当年这个香港闽球的一个大收藏家叫赵崇衍赵先生，1987年把它拿出来拍卖的。那么这就是目前我们见到的最早的这个用这个折枝的灵芝作为装饰纹样的这么一件作品，底下用双方框写的大明成化年制这个款。这件东西呢，因为这个品种非常少
包括我们考古发掘啊，景德镇御窑厂考古发掘，包括我们故宫、上博啊，包括我们国内所有的大的一些博物馆里边，都很难见到这样的东西啊。这件东西呢，说老实话，也是偶尔发现在这个苏富比的拍卖当中发现有这么一件东西，它外面有纹饰，里边呢应该和这个纹饰是一样的，也是这个用灵芝头串起来的啊，这种纹饰。那么因为它照片呢只拍了外边没拍里边，所以我们没办法采纳到这个里边的纹饰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表示遗憾啊。希望今后有机会的话，我们再采集这样的资料展示给大家看啊，展示给大家看。刚才最先我们给大家看的呢是一对这个大明嘉靖的，这个呢对，给大家看一下清代的这个雍正时期的雍正时期的也有这种落款的对，有大明嘉靖年制，也有大清雍正年制，也有用露丝这种作为花押纹的这种牌儿都有。这个呢大家可以注意一下，那种东西呢我们在市场当中在这个这些大博物馆的收藏当中呢都曾见到应该是可以见到的这一类东西啊。是的。刚才我们看那个嘉靖那个呢，是台湾故宫有这么一个一模一样的但是底下落的是大明嘉靖年制，说明嘉靖开始他已经开始官仿官，就是嘉靖官窑仿明代嘉靖明代成化官窑有这么一个延续的过程。那么我们今天给大家看的这个呢，很明显它不是雍正时期的作品。没错。如果雍正仿的话呢，它一定落的是双方框款，写大清雍正年制。而这个呢，既没有双圈也没有双方框，再加上这个写的这个书法，显然和我们看到的传统的还是有差异的。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呢，如果把它放到雍正，看来是有距离的，所以我们把它盯到了清晚期仿雍正时期的作品仿雍正时期的作品。这个两个口沿呢都有一点刻修，其中有一个底部呢有摇裂，就是我这个上面底下有一个摇裂现象。一般来讲，雍正包括成化、嘉靖都不太会出现这种现象，而这个很明显与那几个时代是有明显差距的。所以这件东西我们把它定到清代的晚期，应该是合理的不能定到早期，定早期是不对的所以这对东西呢，我们今天也专门把它拿出来给大家见面因为它的拍卖底价比较低嘛，也就1000块钱一对起拍，我觉得这个呢还是可以去考虑研究都可以，好吧？好的。行，我们再找底下的来拿出来以后给大家。慢点，不着急，你身上有东西。对，我放到这个兜里去。对。来。好，谢谢。好的，我们继续。现在看到的这一件是这一场的第157号，是一件光绪季蓝釉的粉彩冻石花卉纹赏屏。那么这个我们都知道，赏屏是清代官窑里面比较典型的一个造型。从雍正开始就已经出现了缠枝莲纹为装饰的这个赏屏了。那么发展到乾隆、同治、光绪，乃至就是清代宣统时期，这种形制都有一直延续烧造。那么从同治和光绪开始，除了传统的这个缠枝莲纹的造型之外呢，又创新了季蓝皮球花的，然后一些粉彩冻石花卉也好包括这个粉彩葵凤的诸多的这种符合当时时代特征和审美的这种纹饰。那么我们这一件呢，其实还是比较少见的。
常见的是刚才提到是蓟兰描金皮球花的嘛，这件是蓟兰上面描有这种粉彩的。对，我们可以给你切一个看一看。对，同类的我们见到这种装饰手法呢，还有这个在从视频上面也有见到，而且能给切一下导播老师？切一下，导播老师、给我们改切一下。这件呢是收录在这个清代瓷器赏鉴，这个钱振东先生的清代瓷器赏鉴当中的。这件的底部呢也是落的这个大清光绪年制的这个款制，其实和我们这件是非常相似的。这件东西呢，其实从造型上来讲，大家一看就懂了，这是个赏屏，造型就是赏屏。那么赏屏因为雍正就开始出现了，一直延续下来。那么光绪呢，他就在这个基础上，他有很多的创新。我们在这个之前主要是青花为主。那么到了光绪时期呢，就比较多了，哇，这个粉彩出来了，这个蓝釉的也出来了，蓝釉上面的皮球花描金的，是吧？那么这件呢，在描金基础上又出现了粉彩的，所以还是属于这种百花齐放的这么一个时期，所以说叫同光中兴嘛。那么这一段时间里边呢，的确有一些作品也是在原来的基础上。它是不断的改革，不断的创新，所以出现了这种单色釉上面加彩的这种情况。因为单色釉加彩在其之前呢，其实就有。你比如说乾隆就已经有了呀，比如说红釉上面加金彩呀，对，是吧？红釉上面加粉彩呀，都有，对，都有这种情况。那么所以这个呢，只不过是一种这个传承当中的一种创新。传承的创新。那么这个里边画的这个纹饰呢，也是比较不错的。你像这个上面画的是这个喜鹊登梅，底下又是这个叫玫瑰花这个底下是菊花，冻石菊花。这个整体的绘画的技法呀，应该说还是比较用心的。一看它不是一个民谣器，而很显然这个宫廷画师在这个上面呢，还是花了很多的心思包括这个图的这个构图的设计、色彩的运用你像这个地方，这个石头用的就是玻璃白用的是玻璃白。不仅仅用了玻璃白，而且在玻璃白上边还要把这个梅树的那个这个桩上面的这个结还要把它再勾勒出来所以这个用了很多的心思。然后在这个上面再点梅花点梅花。这个菊花也是在这个除了用胭脂红以外，在上面还加白，然后再进行渲染，把色阶还要做出来。所以这一切呢，就显然可以看出，这位画师他在绘画的时候是很用心的。那么还有一个呢，比较显著的标志在哪儿呢？就是他颈部的这一串残枝的西番莲。我们特别要注意粉彩这个赏屏都喜欢在它的肩部这个靠近颈部的这一块喜欢用这种西番莲来装饰粉彩不是青花，是粉彩。所以我们看了这件蓝釉的这个赏屏当中，它依然喜欢采用粉彩的装饰技法加在这个上面来。这是蛮有意思的，就形成了一个时代的共性。这也是提供我们在鉴定这个时代作品的时候，这就成了一个参考的依据所以我们讲学鉴定的时候，要学会的融会贯通，能够把庞大的知识把它汇总浓缩起来，成为你一个参考的一个证据。同样口言看见没有，这种灵芝纹在粉彩当中也是最常用的，所以这个它就形成了一个共性的东西。底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个底看见没有，它叫蓝上蓝，底下的青花写的大清光绪年制，6字2行楷书款，但是呢它在这个青花当中上面又覆盖了一层蓝色调。其实这个蓝色调如果覆盖的再深一点的话，
有可能把底下的款就盖掉，是吧？所以这个也要掌握一个度，也就是说这些工匠的水准它是比较高的，他会把握得很准确，不至于把底下的款质把它掩盖掉。那么这件东西很显然，这一定是我们讲是宫廷御用器，而不是民间窑的东西，这个是个标准的了。而且你看底下的这种变体连瓣和粉彩的也是一模一样啊，所以这件作品啊，是我们看到的啊诸多的作品当中，从年代到装饰技法如出一辙的一个作品啊。所以这件官窑器呢，为什么我们把它推荐出来，也是有原因的。除了我们讲赏评以外，刚才我们这个镜头当中给大家看到的这个象耳瓶，象耳瓶有单色釉的，也有加彩的。这件东西就是加粉彩，旁边底下一个是皮球花的啊，大家就要特别注意，这个都是时代的共性。这个底下也带款大清光绪年制，啊，非常有意思啊，非常有意思。那么这件东西呢，是我们上海文物商店的啊，它的作者钱振中也是我们的一个老前辈，他是上海文物商店的经理，啊，这个老前辈啊，这个干了一辈子，从解放前就开始干，经验非常的丰富啊，非常丰富，所以他那个作品也是啊一个经典之作，也是一个时代的特征。希望呢，我们镜头前的朋友要认真注意。那么这件东西呢，说它底板喷胶修复，我就看不清楚了啊。这个我实在是看不懂，对，看不清楚。品相的问题需要大家去我们的各平台查阅一下，易趣官方的平台去查阅一下。哎，大家去查阅一下好吗？也可以在后台咨询我们的客服。对对对，因为这个呢，我就实在看不出来了，对对因为它修复好了以后就很难说得清楚。是的，是的。好吗？哎，这个呢，请大家认真一下啊。好的，我们再换一件。我们继续看到下一件，因为我们这个品相相关问题，现在的很多商业修复是需要借助专业的工具去那个什么的。但是呢，这个在我们所有的平台上面呢，我们都已经给大家注明了品相以及就是这个配有照片，所以大家在我们易趣官方程序里面都可以是查阅到非常清晰的图片的。好的。那我们再看到这一件是我们这一场的第167号牌品，清道光的松石绿地粉彩皮球花纹的双耳碗。底下呢落的款制比较特殊，是道光丁未庚戌唐马氏制。那么道光丁未年其实是道光第27年，属于道光晚期了。来，摄像师给我们一个近景。对，道光晚期的，也就是道光一共30年嘛。27年属于道光晚期的时候，也是公元1847年吧。这应该是属于民窑当中一个私人定制的一个款制。在我们的研究当中呢，我们发现这个丁未和丙午这2个年份它比较特殊，会有见到很多这个纪年款的瓷器，包括这个乾隆丙午、道光丙午这些。那么我们查阅了一下，发现丁未和丙午这2个年份呢，它比较多的遇到这个天灾人祸，所以可能当时的人为了就是进行一个祈祷或者是怎么的一个原因，就是会把这个去用于瓷器上，然后配于吉祥的纹饰，以达到这种祈求世态安稳的这种时代就是平稳的这种一个祈愿吧。包括就是乾隆丙午，它上面配的是山高水长的这种纹饰嘛，吉祥如意山高水长的纹饰，所以说呢，也是当事人的这种美好的祈愿在里面。对，那么这件东西呢，刚才我们陈小姐已经讲了啊，讲的应该说还是很详细的。是的。那么这件东西呢，它是带了2个耳，我们把它称之为双耳碗。但实际上呢，这个造型呢，应该称之为簋，青铜的簋叫簋式碗。不仅仅是道光有这种造型，我们原来扬州文物商店有一个余家乐的，也是粉彩的一个造型，跟它相当的一个碗，是大清咸丰年制，双方框。
矾红篆书款，啊，这个很有意思啊。所以这种造型呢比较特殊，仿青铜器，这是第一。第二个呢，大家注意，里边用的是松石绿，外边用的也是松石绿。这个里边这个绿有讲究。我们早期的绿啊是淡蓝色，到了道光以后啊，这个颜色就变发绿了，变深了。这个请大家注意，尤其镜头前的朋友要注意，一旦颜色变了这种颜色，一定不是雍正、乾隆、嘉庆的作品，一定是道光或者道光以后的作品。所以这也是我们在鉴定瓷器的时候，这个色彩给我们提供的一个依据。啊，这是第一。第二个，我们看外边的这个也是松石绿，但是颜色呢它就比较淡。本来这个底下呢应该做压道的，但是它没有做，啊，没有做压道，就形成了一个淡淡的这个松石绿。这个皮球花啊，这粉彩的皮球花，大家要注意了啊，皮球花从雍正开始出现。对。啊，有两种，一种是斗彩的皮球花，一种呢就是粉彩的皮球花。然后乾隆有，以后这个嘉庆几乎就没有。道光又开始出现，道光官窑里边看不到，民窑里边有，民窑有青花有粉彩，后来同治也有，啊，再往后边也很少见到。所以这个东西呢是一个特殊时期出现的这个特殊作品，往往这种东西呢也提供了我们一个鉴定的素材，就是说哪一段时期有什么样的东西，哪一段时期有什么样的东西，一旦这个东西一出现，你马上就会想到跟当时代有没有内在的联系。如果没有联系就 pass， 有联系我再仔细的考究，这样的话有利于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更好的把握它的准确性。这就是我们在鉴定过程当中要认真研究的一个问题这些都是每一个细节的变化，请大家不要忽略了这种细节。我们讲明察秋毫，这就是我们鉴定者必备的一个起码的素质。所以学习也好，研究也好，就是要求一个认真和严谨。如果你不具备这个素质，那么你先静下心来，先好好学习。如果实在不行，你也就别干这一行，因为这不适合你做这行工作这是我呢在镜头前面叫友情的提醒友情的提醒。那么这件东西呢，因为整体来讲，我看看有没有什么瑕疵吗？有一个耳，一耳有磕，有磕很明显就是有这有个磕大家注意就这个地方有个磕，还在这个地方，对的，其他地方呢就没有什么问题了没什么问题，因为这是一个民间窑的作品，那么所以呢，这个整体的保存呢，应该还是比较好的还是比较好的一件作品，难能可贵，口沿的筋还保存得很好。这个另外呢，这个底下的筋也保存得好，估计这件东西也应该是回归的，海归的作品，所以它保存的这么完美呢，是有一定道理的，好的，好的。那我们今天的所有拍片就讲到这边了。有老师刚才问《浮生百态》是什么书？《浮生百态》是我们这次17世纪的中国瓷器青花人物篇展览的一本图册，然后呢也是由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出版的。